近期菲律宾多次冲闯仙宾礁，并且蓄意危险接近，冲闯中方正常执法船只，导致擦碰。南海局势持续升温，引发外界担忧。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吴世存近日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表示，由于美国在背后搅局，南海争端呈现常态化态势，没有快速解决方案。南海争议太复杂了，它是全球范围内涉及到争端国家数量之多，争议岛礁数量之多，争议海域面积或者是主张重叠海域面积之广，在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最近一段时间，菲方多次在仙宾礁滋事挑衅。8月25号、26号，中国海警连续2天发布快讯，并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抹黑炒作。吴世存认为，菲律宾盯上仙宾礁是想要将这里作为给仁爱礁运补的中转站和备胎。吴世存提醒，不能低估当前南海冲突的烈度，一定程度上存在擦枪走火的风险。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已经开始通过不仅仅是原来只是政治上面、外交上面介入南海争议，现在已经外溢到法律斗争领域、安全博弈领域。就去年1年而言，美国的航母打击群7次进入南海，平均停留时间要超过1周时间。每年就去年而言，美国在南海上空针对中国的抵近侦察超过1000架次。你就想一年365天，那就平均每天都在3次以上的。就此时此刻，美国就可能有它的侦察飞机、远程轰炸机都出现过在南海。这个把他的盟友纳入南海，没有一个管控安全的、有效的、大家都愿意执行的一个机制，所以我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在增加的。那这种冲突更有可能发生在比如说中美之间，还是说中国和菲律宾单独的发生呢？这种场景很难设想，都可能会存在。6月17号的事件就说明中菲之间这种可能性是在增加的，中美之间肯定是增加，因为我在很多场合讲，南海是中美一线海军资产接触的地方，只要有一方稍有闪失，就可能会发生激烈的碰撞。菲律宾之所以频繁在南海挑衅，离不开美国在背后的挑唆。如今美国正面临大选，在吴世存看来，无论民主、共和两党哪名候选人最终入主白宫，都会将南海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抓手。你回顾一下特朗普这4年执政期间，他在南海问题航行自由行动是一个主要的抓手。2019年，他在中国针对中国的南海航行自由行动9次，2020年也是9次。那么到了拜登时期，在航行自由行动方面，就这个频率有所下降。但是你看拜登政府在南海的前沿军事部署、基地使用、联合巡航、抵近侦察，甚至还有一些小多边的针对中国的这种安全机制。所以我们不要抱任何幻想。针对南海局势，中方一向坚持以谈判的方式应对分歧。7月2号，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召开第9次会议，就当时仁爱礁局势展开沟通。此后，中菲在运补仁爱礁方面达成了临时性安排。然而，现在局势再升级，吴世存认为根源在于菲律宾马克思政府缺乏诚信。谈判解决有关争议，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一贯主张，也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政策之一。这一政策，这一做法仍然行之有效，仍然中国在继续奉行。但是马克思政府，你可以看他做出的承诺是一回事，兑现不兑现承诺，是不是按照已经形成的共识来执行，是另外一回事。
深圳卫视注意到，菲律宾冲闯中方岛礁时，经常带着一众西方媒体记者，并借机恶意炒作。吴世存认为，菲律宾以及西方正在南海打认知战，这也将是未来南海博弈的重要领域，中方要做好迎战准备。认知战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挑衅。回顾一下去年的激光笔照射事件以及水炮事件，都是菲律宾他有意而为。我们要学会打认知战，这样才能使得我们正常的维权行为为国际社会所做出正确的解读。否则你做的任何一件事，就是你菲律宾做什么都是对的。最近的这几次的这个打法，是不是有点这种主动出击的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也在慢慢的能够协调起来，各方面的协调起来了。但是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菲律宾，菲律宾背后它有其他的，它有高人指点呐、它船上也一船的西方记者在那里啊，那么多的镜头，那么多媒体，我觉得这种形势我们会越来越严峻。更为值得警惕的是，菲律宾以及一些西方国家还在频繁炒作南海仲裁案，并妄图利用国际仲裁和司法诉讼作为公关工具，旨在提升自身形象并挑战中国的南海权利和主张。2016年，中方对待第一次仲裁时采取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的4不原则。吴世存认为，当时的应对政策完全正确，但也有反思的余地。我觉得该反制的时候，对事不对人。那么，我该反制的时候，并不会因为你政府的耕地而出现变化。错事照上，仲裁裁决对我们在南海的权利影响是极其负面的，它的外溢效应在不断的产生，包括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都和仲裁裁决密不可分。所以批驳裁决永远在路上，没有一劳永逸。吴世存分析，南海局势呈现3大趋势：南海争议的长期化、法律博弈白热化以及海上争端尖锐化。但这并不代表各方无法通过对话弥合分歧，最终是会走上海上合作、共同开发南海、共同保护生态以及渔业资源的道路，但仍需要一定时间。实际上，域内国家仍然希望以对话解决分歧。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6月时曾呼吁各方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南海问题，并强调反对域外势力的干涉。这也反映出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心声。美军高官在敏感时刻访问中东，美防长命令2个航母打击群继续驻扎在中东地区。那您认为这是否会给局势火上浇油呢？其实美国现在最怕中东地区局势升级啊。因为这将导致美国长期陷在中东脱不开身，严重影响美国的战略布局。美国现在的战略是所谓大国竞争啊，有2个战略方向，一个是在印太地区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另一个呢是在欧洲遏制俄罗斯。美国实际上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了。拜登和内塔尼亚胡的数次争吵，核心就在于拜登觉得内塔尼亚胡太自私，完全不考虑美国的利益啊。在哈尼亚被暗杀之后，美国马上感到坏了，这是以色列呢要把美国死死拖在中东啊。但是呢，美国又不能不管以色列，所以美国紧锣密鼓的快速向中东地区增兵，是震慑伊朗不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从而避免中东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呢，美国极力想促成加沙地带停火，甚至在哈马斯不参会的情况下，美国也要拉着以色列、埃及和卡塔尔商讨加沙停火问题。所以呢，美国最近的一系列举动倒还真不是给局势火上浇油，恰恰是美国害怕中东地区局势失控，把美国拖住而采取的举措。